伊朗用很廉價的導彈去消耗掉了美國在中東地區各個基地，或者是前哨的這個雷達站所部署的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通通把這個防空飛彈給耗盡了。那麼這對美國來說根本就是一筆不划算的賬，15座基地，228處的設施都被擊毀。就美國國防部從頭打到尾他到現在都沒承認說他有被打得這麼慘的，因為他覺得他講不出來。今天先來關心到這一場的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第一個，美軍的前高層在這個時候開始示警了，說，我們在中東的基地呢，不能只是照現在原來的基地來做設置了。必須要做一個很大的重整，因為呢，現在美軍基地等於是淪為伊朗的一個打擊的靶場了，代表美軍在區域的優勢已經受到動搖了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的是，美軍之所以說這個基地可能要被迫後撤或者是西遷的原因，就是因為伊朗的飛彈射程現在是已經可以超過4000公里了，再加上大家現在在新關注說，很多款的中國武器的供應鏈可能在介入伊朗來使用。所以美軍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整嗎？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到就外交面來看，伊朗拒絕跟美方的高層談判，而且在荷姆茲海峽這邊掌握了許多的優勢，包括了這個分段的航線，跟它開始要收取服務費，全球航運、能源秩序會被重新定價改寫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首先來關心到的是，美軍真的被伊朗打怕了嗎？這一次呢，其實我們看到它不是自吹而已了，伊朗，而也不是外界所說的陰謀論，因為是連美軍的中央司令部的前指揮官小麥肯錫他自己親自的來做示警了。他特別說到是美國在中東的基地部署必須要全方位的調整。他怎麼說的？來看細節。他說，沒有任何腦袋正常的人會把中央司令部前進總部設在離伊朗只有160公里這麼近的地方。美軍應該要大幅的把我們的基地呢向西大幅的散開去做調整，這樣子呢，伊朗才會更難發現我們的基地，也更難做打擊。原因是因為你離它太近的話，不就變成了伊朗的這個箭靶了嗎？再來，我們來看到華爾街郵報也正式的做了披露，說近期美軍之所以害怕，就是因為伊朗多次的透過它的飛彈跟無人機，朝着美軍位在巴林的海軍基地來做攻擊，已經造成了當地不管是在指揮中心、它的通訊設備以及多棟建築都因此受損了。來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統計，伊朗已經重挫了，包括了15座的美軍基地，從戰爭爆發到現在，228處的建築跟設備都因此遭到損失，所以小麥肯錫才會認為說，這個基地呢，我們趕快向西移吧，或者是做一個分散性的一個部署。但是問題是，剛剛提到的嘛，伊朗的飛彈射程4000多公里，美軍能撤到哪裡？大家也在質疑，難道撤到歐洲去嗎？還是乾脆整個退出波斯灣呢？今天就這個議題，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其實這就是地緣政治的這個關鍵問題了。什麼叫做地緣政治？就是地理位置決定了一切。那麼美國距離中東距離西亞的地區實在距離非常的遠哦。那麼因此過去長時間美國在介入中東地區的相關事務的時候，大部分都是靠它在中東海灣國家內部所設立的這個各式各樣的軍事基地哦，他用這樣的一個軍事基地來做他的兵力投射，然後來加強他對整個中東地區的這個掌控跟影響力。這是過去美國在中東玩的遊戲哦，就是說美國不可能每一場戰爭都從本土拉個部隊到中東來，這個光花時間就要花這個數週甚至幾個月的時間了。那麼因此過去美國是高度的依賴哦，他在波斯灣的這些海灣國家的所設立的各式各樣的海空軍的基地。但是沒有想到，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戰爭的過程當中哦，美國傳統的基地的設計跟這個傳統的這個防禦的這些設備哦，被伊朗的這個不對稱作戰的模式給徹底的擊垮了。那麼我們看到伊朗用很廉價的導彈去消耗掉了這個美國在中東地區各個基地或者是前哨的這個雷達站所部署的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通通把這個防空飛彈給耗盡了。他們用廉價的這種飛彈去換了這個美國相對來說價格極為高昂的，不管是愛國者或者是薩德的這個飛彈哦。那麼這對美國來說，這個根本就是一筆不划算的賬哦。那麼同時呢，你就發現說，伊朗還用了大量的自殺式的無人機，然後來攻擊
用飽和式的攻擊來攻擊美軍的基地，所以美軍的基地其實傷亡相當慘重啊。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15座基地，228處的設施都被擊毀。美國國防部並沒有承認哦，這是美國自己的媒體用了這個其他民間的衛星的影像圖片去比對的哦。就美國國防部從頭打到尾哦，他到現在都沒承認說他有被打得這麼慘的，因為他覺得他講不出來。那你更不要提說美國的媒體最近才公布了另外一個，光是在今年3月1號，一架這個伊朗的自殺無人機去攻擊了美軍在科威特港口的一個工作站，光是那一場攻擊就400人受到輕重傷。可是美國國防部當時怎麼對外說的？90%都是輕傷啊，結果明明都是重傷了，他通通都給你這個粉飾太平，把它變成輕傷了。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呢？因為這也是媒體踢爆的，這是美國 CBS 跟那個 The Intercept 這2個媒體踢爆的。為什麼？因為受傷的官兵不服，官兵的家屬不服啊！就明明我是受了重傷了，你怎麼可以說我是輕傷呢？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哦，就是美軍在中東不管是基地或者是美國大兵，其實在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已經被打殘了，被打怕了。這種不對稱的作戰，接下來如果持續在發生下半場，美國依然討不到任何好處。而且就如同我剛才講的，什麼叫做地緣政治？地緣政治是今天是美國去打伊朗，不是伊朗去打美國哦。坦白講，伊朗反過來去打美國也很難打，因為很遠啊。对。那麼問題是现在是美国在打伊朗啊，他要千里迢迢的來打伊朗，當他整個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歐洲國家的軍事基地也不敢借他用，那麼問題就來了，那美國要怎麼做兵力投射呢？航空母艦嗎？航空母艦躲得比誰都遠，因為它如果太靠近了，搞不好也被當靶子了。那你說要用歐洲的這些國家的美軍的軍事基地來做這個長途的奔襲嗎？這個歐洲國家恐怕也沒這個膽，也沒這個意願把軍事基地借給美國。所以你說美國最後就算照他的建議，說我基地再往後撤，那又怎麼樣呢？你再往後撤，那你所有的這個兵力投射，你就要用長途奔襲，你要用加油機，然後你要這個接替式的接棒式的加油，才能夠攻擊到伊朗本土了。然後呢，伊朗就好整以暇在那邊等你。他的雷達現在看起來，也許這個外面我謠傳說，中國大陸也提供了他一些技術跟設備，所以針對這個逆中戰機，他已經有掌握的能力了。那你更不要提到其他的這些相關的武器，這些很廉價的監視飛彈哦。那麼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都極有可能對美軍造成重創哦。所以其實坦白講，美國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特別是我要強調的是，美國如果要做一個侵略者的角色，他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的。但是呢，他如果乖乖的不要當一個侵略者的角色，其實這一切都好談啊。对，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軍千里迢迢哦來打這個伊朗，到底說他的基地今天如果西撤或後撤，真的有用嗎？等一下同樣的問題也特別來請教幹哥哦。那麼也代表說這個伊朗把美軍趕出中東地區了嗎？如果他真的做西撤或後撤基地這樣子的一個說法的話，再來就是說美軍他另外擔心的事情，還有就是來自於媒體的報道說，伊朗不斷的獲得來自中國大陸的武器。我們稍微看一下 CG 來看一下細節，伊朗獲得了哪一些來自於大陸的武器做支援？首先就以飛彈面來講，中國製的肩射防空飛彈，外媒推測哦，它可能已經有提供給伊朗，可能涉及到上一次可以擊落 F-15。這個事件，那麼再來就是防空系統了。伊朗的防空的低空能力之所以大幅提升，因為獲得了來自於大陸的紅鷹6跟它的前衛2。再來，中國可能還提供了伊朗包括的遠程的預警雷達，這一款是 YLC-8B， 可以用於偵測隱形戰機。美國情報單位也說呢，中國大陸可能有向伊朗提供見證者無人機的零件等等。這樣子看起來，這一波。這個美伊停火期間，是不是伊朗或許有向中國來請求幫忙做武器上面的支援？哪一款武器現在就以戰爭來說是最具有急迫性的？那幹哥又怎麼看？好，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其實伊朗到底是得到了多少我們中方的支援？這個說一句實在話，不能講。那衛星影像呢，不會告訴你，但是有沒有？我跟你保證，絕對有。而且很多，為什麼呢？因為伊朗在這種高強度的作戰底下，如果沒有得到相應的支援的話，伊朗多半撐不下去的。所以不管是飛彈、肩射式飛彈、長程預警雷達等等，一定有某一個國家
在支撐着它，在支援着它，否則怎麼會打得那麼準？這5個字，這美國專家講的啊，他說打得其實很準，為什麼很準？因為從伊朗公布的高解析衛星影像上面來看，你可能看一些照片，你會發現說有一些是什麼？有一些是挖地坑的，挖蘿蔔的，你知道嗎？就是沒有命中目標，也就是說，有一些飛彈你或者是無人機，你打美國的目標的時候，可能沒有擊中，那但它就會造成彈坑，會造成的一些損害，不是主要的那個目標的損害。你從衛星照片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說沒有，我仔細看了，沒有幾個挖地坑的，所以代表什麼？伊朗打得很準，打得很準代表什麼？代表情報做得好，情報做得好，誰給的情報，誰給的設備跟資訊呢？那就想想看，一定是中國。中國在這邊幫了很大的忙。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我們就再來看，你有多達15處基地被擊中，你有200多個目標。你知道他們後來撤離的那個美軍的人員怎麼講？他說：“你知道嗎？我們上個禮拜我們還有家庭聚會，還在那邊打橄欖球哎。哇，好在我們先撤了。那是這個禮拜打的話，不是就被飛彈打到了嗎？對，很多千鈞一髮的事情，美軍現在都不公布。為什麼？不能講，講了就沒有士氣了，怎麼可以講？這就有點像我們曾經看過的好萊塢電影裡面，就是那恐怖攻擊。其實美軍在沙烏地阿拉伯啊，不管巴林啊，還有卡達很多基地，他是攜家帶眷去的，你知道嗎？他攜家帶眷的時候，有時候他們到了周末這個都會辦那個什麼露營啊，或者是什麼懇親活動啊，烤肉。我跟你講，那個就是最好的攻擊時刻。伊朗他自己本身的情報工作做得非常好。如果你有看巴黎情報局這個影集，你就知道伊朗的反滲透能力是最好的。他們吸取了西方的經驗，所以他密布了什麼？他還有就是說你現在所有的 AI 的進步，伊朗他全套他都有。為什麼？因為西方的那個情報專家早就跟你講說，在阿拉伯世界裡面，伊朗的情報員是最強的，是最強的。所以說大家就知道說，今天如果說巴林的美國第5艦隊基地被擊中了那麼多個地方，那現在準備要把它搬走的話，要搬去哪裡？有個人又出了餿主意，說乾脆搬到以色列去最安全。你搬到以色列去，你知道距離那個地方多遠嗎？1000公里哎。那有什麼用？以色列有沒有深水港、海法港？它不算是深水港，你只有巴林這個港才在荷姆茲海峽周邊有它的戰略意義在，不是說搬就搬。何況巴林的基地，美國已經用了30年了，不是說今天要搬走就可以搬走，所以根本無處可搬，美國也不可能搬。但是如果巴林的第5艦隊基地還要在這邊繼續下去的話，我可以坦白講，到時候一定又會被再攻擊一次，到時候川普你的臉就很難看了。好，這個是我們看到在這個伊朗的強勢的這個態度攻擊之下，美軍他恐怕會來調整他的美軍基地。再來就外交面，我們也來看到說，是不是美軍現在美國方面也是吃癟呢？因為最新消息是來自於川普的女婿庫許納跟這一場戰爭的談判的特使魏科夫，他們終於是抵達卡達了，要來展開說他們白宮稱的高層級的會談。結果呢，沒有想到這才放話說完哦，結果伊朗的高層是強硬的否認說沒有啊，我們沒有要跟美國的任何高層會面啊，連卡達也都出面否認說有這一場美伊的會談。再來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掌握度了，現在是不是牢牢的掌握在伊朗的手裡？因為現在呢，其實分3個層面來看，海峽分成3條航線。CNN 說的，北部現在幾乎是由這個伊朗來完全掌控，中部是傳統的國際通道，那南部現在是阿曼海域，是由阿曼、美國跟國際海事組織來做協調的。但是也看到最近這個荷姆茲海峽很不平靜，包括了說長龍的貨運它遇襲，還有商船通行量下降等等。阿曼提出了乾脆未來就來徵收這個服務費吧。所以是不是未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這邊的通行狀況都得要經過向伊朗來做申請呢？再來我們講到了庫許納跟這個魏科夫，說要跟伊朗談判遭拒絕，老師又怎麼看？袁老師，這個我們通常有一句話，談判最忌諱心急啊。我們中國人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啊，意思的話呢，美國現在談判剛好是派出了這個庫斯達爾跟威科夫啊，以為的話呢，這個成績很高，一個是他女婿，另外一個是他原來的金主，但是呢，伊朗呢看得很明白。伊朗為什麼看得明白呢？因為呢，為什麼這個川普會很心急呢？因為他國內有3重壓力。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是他們在參議院投票啊，他已經輸了，這個戰爭要趕快結束。第二個，這個民意調查一直下跌。第三個的話呢，就是原來的這個MAGA的支持者。就會發覺說，MAGA他以前罵拜登啊，罵奧巴馬，都罵別人那個輕啟戰端，他現在搞了一個這個尾大不掉的一個戰爭。所以說這件事情的話呢，對伊朗來講啊，伊朗啥事都不用幹，就是你要談我就打，你要打我就談，這伊朗倒過來了。現在美國顯得很被動，你要了解，美國很被動的主要原因就是說，你不能夠一方面要派了這個庫斯達爾跟威科夫去談，那同時的話這邊又講說要把你炸回17時代，那美國人就覺得很奇怪，他得不到國內的支持，而且剛剛的話呢，我们委員講的這個東西隔得非常遠啊！你美國的話呢，舟車勞頓，你不要講別的了，光是航空母艦停在旁邊，哪怕是1000公里外，都要花費很大啊。那麼現在對伊朗來講的話呢，最具有這一次這個戰爭沒結束的形勢，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沒有完全開放。為什麼？因為2月28號以前，荷姆茲海峽是完全自由通行的，根本大家不覺得這是個問題。而且整個東北亞的地區的國家，像這個韓國啊、日本啊什麼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能源的計算的方式，就很自然的認為荷姆茲海峽是安全的。好了，那這樣子的話呢，伊朗就要展現出來啊。我這邊強調哈，長榮的長利號被炸的這一件事情非常具有象徵意義。我剛剛聽到幹哥講哈，我覺得大概中共有做一點暗示啊。那長榮過去的話呢，你就不要客氣了啊，要不然到目前為止我們聽到消息就是長利號被炸啊，你就沒聽過第20號船被炸啊？那你說這個不是巧合了嗎？啊，這不是巧了嗎？是不是？好，謝謝苑老師。有點不意外的一個發展，就是又美伊的這個局勢呢又出現了變化了。那這個和平的備忘錄還有這個諒解備忘錄不是才剛簽沒過多久嗎？怎麼現在荷姆茲海峽又再度拉警報又爆了呢？我們陸續來看哦。這幾天發生了一些事情。首先是25號，這個長榮海運旗下的長利輪呢，它因為沒有按照伊朗給出的指定航線通過，結果就被伊朗的無人機打了。美國很憤怒啊，在隔天馬上中央司令命就對荷姆茲海峽沿岸，包括伊朗的無人機、飛彈的儲存點、雷達等等這些軍事設施也發動了打擊，予以還擊。那麼到了28號呢，革命衛隊也出手了，這一次打的是美軍位於這些中東石油國盟友所在處的8處據點，美軍的基地啊，那美軍基地呢，這個還被威脅說將要迎接這個地獄般的景象，講的是很重，反正就是伊朗人的那一套打勝戰的一個模式啊。好，那這起事件呢，川普總統他是什麼反應？一開始依舊是維持他非常強勢的說法，警告伊朗，如果你再繼續搞事的話，那伊朗可能這個國家就不復存在。之前這種說法我們也有陸續聽到過，但是呢，毫不意外，處理這個海峽的事情 ，Taco 他又再一次 Taco 了，好不好？那之後呢，就這個雙方即將在30號要在卡達的杜哈來舉行會談，要把這個海峽爭議一次處理乾淨。但真的能處理乾淨嗎？想先請問艦長，眼看這個伊朗的不對稱作戰，在隔了一段時間，現在還是很好用，包括了飛彈，包括了無人機，不管是打你商船，還是打你的美軍基地，都打得到。那這個可能是害怕美軍的傷亡數字提高，對之後下半年這個民調已經慘到不能再慘的川普，是不是他成為現在 Taco 的一個軟肋，還是說伊朗真的在變強，美軍真的在變弱？我們先來看一下啊。那個川普他在這個 Truth Social 裡面怎麼寫這件事情呢？他講的也就是美國的軍機再一次襲擊了伊朗的飛彈以及無人機的儲存設施。那這一個反應呢？那當然伊朗他會有對應的作為。那他攻擊了第5艦隊，但是其實現在這個他攻擊第5艦隊呢，也不過也就是這個繼續攻擊而已。為什麼？因為我們在之前已經看到了第5艦隊，這是它的整個的一個規模。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一個指揮中心這邊，其實這是 before， 這是 after， 早就已經被打爛了。那另外我們來看它的這個有關於雷達系統的部分啊，我們看這圓圓的一個一個大的是雷達系統，小的是衛星系統，我們也已經看到了 before after， 也就是已經被打爛了。那為什麼它還要繼續攻擊？
不是已經簽了 MOU 了嗎？对啊，為什麼還要繼續攻擊？其實問題就在 MOU 裡面。因為我們來看啊，簽訂這個 MOU 裡面，為了要能夠促使雙方能上談判桌，所以大方向定了，框架定了，那盡量含糊。那不然的話，那根本上不了談判桌嘛。那但是呢，偏偏這一種談判的方式可以回國交代，可是慢慢的講到細節的時候呢，那大家都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式來解釋。那我們今天講到有關於常立倫的部分啊，對，問題也就在第5條的部分。第5條它開始這邊就寫了叫做arrangement using its best， 也就是呢，伊朗會盡力安排商船，那它的一個移動的這一個航道。那但是呢，你不聽，我就直接的胖揍一頓。那這個胖揍一頓之後，美國覺得奇怪了，你為什麼說打就打了？那這個其實在這裡面就講得很清楚了。那伊朗呢，為什麼要這樣做？其實我們來看到最原始的那個有關於這個航道，就是還沒戰爭前的，其實是這個樣子的，也就是在阿曼以及在在這個霍姆茲島的這一側呢，也就靠伊朗的這一側，其實是紅色的這一段，因為這一個地方它的那個舟移非常多，也就是我們講的商船啊以及郵輪，那它為了安全的部分，所以它有那個分道通航制。那後來呢，我們講到說開始作戰之後，那時候伊朗它有自己又定了一個航線，也就是要繞進那個伊朗的沿岸。為什麼？因為伊朗要收保護費啊，所以又靠近。那阿曼呢，他也想出一個方法，也就是靠着這個阿曼的沿岸來。那現在他們就說了，哎，不好意思啊，這個是我既然簽了 MOU， 那結果他又定了一個新的位置，也就是舊的位置。我們剛剛講分道通航制在這裡，他現在呢也沒有進入這一個我們講的霍姆茲島這邊，然後他其實是在這個拉克島這一個位置，那就是北邊的位置往西進，南邊的位置呢是往東出。那應該就是常立倫沒有按照這個位置，然後他既然你不聽話，我就覺得你可能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我直接胖揍你啊。那這是我們所看到的。那美國是不是不行了呢？其實美國早就已經是强弩之末了。我們之前就講到，你一個國家，其實你真正的大戰都還沒有開始，你還沒登陸了，你還没登陸之前，你就看着你的這一个我們講到戰斧巡弋飛彈，你要補充47個月，也就是4年；你的標準3型飛彈，你要補充64個月，也就是5年。那更不要講其他的飛彈，也大概都是這種情形。也就是這一次的伊朗戰爭，就是把美國的短板全部打出來了。那美國其實他沒有應對好，他沒有準備好應對這一種不對稱的戰爭，沒想到伊朗就正好了命中，而且他認為他一開始把這個48個這個政教高層全部端掉之後，他就可以有效的翻轉伊朗的這一個社會，然後掀起一股顏色革命。但是事實上來講，反而讓伊朗他們更是心手相連，大家緊抱在一起。那現在其實我們看到的。也就是伊朗用他自己的方法打贏了美國，這個也就是美國的我們講到的蘇伊士時刻，也就是這一個霸權即將衰弱的時刻已經出現。是，好，伊朗這一次動作頻頻，打了商船，打了美國在盟友的這些海外的一些基地，讓白宮坐不住了。但是美國還是回到了之前最困難的一個地方，就是你既想要扮演中東盟友的保護傘，然後你又要當海峽超人，保護這些船只的安全性。但目前看起來，你一件事情都沒有做好。那也傳出美國打算重新評估現在在中東的整體布局，因為吃了很多虧，而且發現他們在這個區域裡面的威信啊一直在喪失，一直在喪失。因為你連自家的基地都保護不了好，你還誇口說要保護別人，這不是說心酸的嗎？委員，你會覺得怎麼解讀？對啊，美軍為什麼保護不了自己的基地啊？我認為，在這場戰爭當中，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啊。因為美國傳統以來，
對於基地的一些軍事設施跟部署，恐怕已經很難面對新式的非對稱戰爭的這種攻擊了。所以在當時，美國的這個在中東的基地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哦，就是固若金湯。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當時在中東的對手的飛彈沒有這麼準啊，然後當時並沒有這個大量的無人機可以用這種飽和式的攻擊方式來打擊哦。但是當這個所謂的不對稱的這個作戰方式成型之後，你就會發現，美國在中東的基地幾乎就是不堪一擊了。那麼從開戰到現在，美國在中東的15個基地哦，包含228處的設施，通通都被伊朗這個攻擊、摧毀跟破壞哦。所以呢，現階段美國在中東的基地的這個在還沒有維修完成之前哦，它的戰力當然是極為有限哦。那麼這就回到另外一個問題了，就是當你的對手哦可以用非对稱的戰力，或者當你的對手不再像過去這麼不堪一擊，這個讓你這個任你魚肉的時候，那麼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地緣政治了。我們為什麼講地緣政治？地緣政治就是地理位置決定了作戰成敗的一切嘛。哦，你要想想看，美國跟中東，美國的部隊投射到中東，這個兵力投射要花多長的時間呢？它的這個航空母艦的艦隊，它的2棲攻擊艦，它的這個相關的這些兵力要投射來，動輒就需要這個數周甚至上月的時間呢。這麼遙遠的地方，美國過去是怎麼控制中東的？靠它的基地嘛，靠它在中東這些國家，它的這些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它利用這些軍事基地來控制了中東。可是當這些軍事基地在這個所謂的飽和式或者是非對稱的這種攻擊當中被嚴重破壞的時候，美國就馬上捉襟見肘了。就我今天在中東的基地已經不能用了，礙於地緣政治，我的兵力投射又有問題啊。那麼美國要再持續維持它的中東的霸權，就有一定的困難。你反過來看，伊朗沒有這個問題啊，因為伊朗沒有攻到洛杉磯去啊，伊朗沒有要這個登陸紐約。伊朗就好好的、好端端的在自己家裡頭，所以你說你美國的現在你唯一只能夠利用你些微的空軍的優勢，你去轟炸伊朗的飛彈陣地，或者是轟炸這個伊朗的無人機的這個儲藏設施。可是關鍵問題來了，伊朗這麼大，你能夠把伊朗這麼大的一片土地都炸遍嗎？然後伊朗這個高原密布，整個地形很複雜，你每一次的轟炸真的能夠達到作戰目標嗎？所以這就是地緣政治的優勢了。伊朗有地緣的優勢，而美國沒有。美國原本這個仰仗的在中東的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現在都癱瘓掉了，所以美國的兵力投射也有問題了。這就是接下來，如果美國真的要來這個打下半場的時候，美國就會嚴重的面臨到這個很嚴重的短板的問題了。是。好，剛才我們也有提到，為什麼這一次感覺談好了 MOU， 但是馬上又破局了？那雙方前一陣子在努力一個什麼事情？也許事情就發生在這個 MOU 的第5條哦，因為雙方有一點現在是這個各自表態的一個狀況。美國的理解是，商船是可以自由通行荷姆茲海峽，而且不該收費，也不該被阻擋的，也不該被伊朗指定路線。但是伊朗的理解是呢，我可以安排你免費通行，但是前提是你要走我指定的航道，而且要接受伊朗对於荷姆茲海峽的管理權，這就是一個協議啊，而且出現了各自表述的一個情況。那一休，你覺得這陣子雙方因為這個 MOU 講得很模糊，然後呢，現在又鬧得不開心，但30號馬上要在杜哈會談，有沒有辦法針對這個模糊的部分來做修正，一次說清楚講明白？不然如果核心的矛盾都沒有解決，你2天一和談，3天一翻臉，這誰受得了？首先，第一個，伊朗已經完全達成他的目的了，因為霍姆茲海峽管理局這是完全在美伊戰爭之後才成立的。其實就主權原則來說，整個霍姆茲海峽主要的主權幾乎都是扼控在伊朗手上，因為伊朗擁有在這個海峽上的大多數的島嶼，而且這些島嶼多數居住都已經達到上千年以上，因為這些島嶼是傳統有人居住。這次我剛好看了這個大陸有博主哦，他們從阿富汗入境到伊朗哦，罕見的揭開當今霍姆茲海峽上面島嶼的真相，就霍姆茲島。霍姆茲島這個島呢，整個島上面到處都是紅色裸露的這一種非常堅硬的岩石。如果它表面的這個含有富鐵礦的岩石被沖刷之後是白色的，都是很堅固的。那它這上面這些漁村都很古老，那只是說因為現在面對這個霍姆茲海峽這一側，他們把這個漁村給撤了。那更厲害是那個海峽的上面停了一大堆的郵輪，然後那郵輪都不動，而且呢都有巨鎖，然後定在海底，定錨在那邊。那結果是什麼？是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放置的障礙物，那些船其實是空船，所以大家了解到，伊朗不是現在才扼控荷姆茲海峽，也不是現在才對霍姆茲海峽的封鎖有所布局，他已經布局了30年之久。只是因為過去伊朗國勢弱，所以他沒有辦法依照主權來行使他對霍姆茲海峽的管轄權，而也礙於國際觀瞻，也礙於像是伊核協議啊等等的。但是現在美國演都不帶演的情況，非常粗暴的情況之下，那我就來行使海峽的所有權啊。那事實上呢，這個霍姆茲海峽管理區就是伊朗在做這個嘗試，所以就回到剛剛主持人您提到的非常關鍵的一個點哦，我不管你過去要不要錢，我可以都不給你錢，但是我要管你，這是第一步。當然要管理未來就是要錢，也是未來要可以扼控這個地方。這對伊朗哦相對比較弱的經濟被長期制裁的，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收入來源。所以對海峽的管理權，就是你剛才講的，美國要的是完全不管你。可是就目前的布局來說，除非美國大規模對伊朗進行全方位的攻擊，否則的話要撤除這些管理設施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剛才為什麼提這個島？你想霍姆茲島地土質硬的跟什麼一樣？這不就跟我們金門一樣嗎？金門為什麼打不下來？金門下面到處是花崗岩啊，整個金門到處地道。如果你去廈門也知道，廈門從它的高崎機場到它的這個最興盛的中山路這一邊，它中間有一條很長的隧道，那隧道是什麼？當年金廈在對轟的時候，它把下面的隧道貫穿，變成現在的高速公路嘛。所以這個叫地質、地形跟實際的作戰狀況。川普當然不管這個，所以這第一點呢，要怎麼取得這個管理權？我認為伊朗只有強硬，而且不會有任何退讓，最多當然這是我個人猜測，給美國一個觀察員的席位。但即便是這樣，可能都很難說服目前伊朗最高領袖小哈梅內伊的一個意志，因為小哈梅內伊已經多次。而且呢，有過正式的公開聲明說，我是勉為其難同意現在的和談，是因為你們這些認為和談对國家整體有利，但對我來說，這個對伊朗是不利。可是我願意讓你們試看看，這是他的態度。所以這第一點。第二個，再來這個其他可能再次破局的一些因素，我再幫大家羅列一下。第一個，美國的內鬥，鷹派、馬卡派、民主黨，誰來主導這個力量？當然，現在馬卡主要是執政黨嘛，那他對抗的是傳統建制派的鷹派。還有呢，這個來自民主黨的壓力，會不會導致這個內鬥呢擴散，變成要對伊朗再次動手？這個是打破和平的一個點。第二個最關鍵的其實是以色列，以色列能不能忍住不繼續搞擴張，繼續打真主黨，這是關鍵。因為伊朗已經完全無法忍受以色列對真主黨的攻擊，沒錯。所以這一點很重要。當然，伊朗的小弟們啊，或者說我們不要說伊朗小弟了，應該說伊朗的夥伴，對，包括真主黨，包括胡塞武裝，包括伊拉克抵抗陣線這幾個，如果他們沒有忍住對以色列攻擊，又給了機會，會不會兩邊繼續打？那可能就引發連鎖效應，又導致和談破局。第三個是川普的民調，川普的民調呢，如果現在是因為想停戰的民調在壓他，對，可是萬一是倒過來，有沒有可能？我們很難說，因為川普的民調現在已經低到令人髮指的程度了。這個是50+1哦，其實這個就是以前那個50的那個網站的一個改版哦。他現在的民調呢是多少呢？22%多少負的，因為呢不支持他的是59.5%，支持他的是37.1%啊，所以是負22%啊，disapproval， 所以很慘啊，非常非常慘。那會不會有民調來搞他，讓他這個題材搞不下去？那最後一個點呢是擦槍走火，因為現在兩軍挨得很近。其實這幾次很多都是擦槍走火啊，比如說我派一個偵察機過去，你一下就把它打下來，然後或者是你的船離我太近，我攻擊你。所以這種擦槍走火的狀況，不過整體來講可以看得出來 ，Trump 的 tackle 還是守得相當的好。所以大格局方向走和談沒有問題。但是最後我要補充一個點，綜上所述少提到一個點，什麼溫差問題？美國國內的鷹派認為美國怎麼可能會打輸伊朗？可是，在美國的前線，還有美國事實上總統他看起來無所不能，但事實上他能動之的力量是相對有限的。那在這樣的有限的資源之下，其實他的溫差是很低的，認為其實沒有什麼機會能夠在這邊戰場上完全擊敗伊朗，所以這個溫差就導致這個和談很難真正的落地，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好，我補充一點啊，就是說，其實我們剛才在講說美軍保護不了他的中東基地，是，其實最近的一些調查報告你會發現，美軍連他中東基地的官兵都保護不了了。我們最近看到的就是傷亡數字的問題嘛，那個 The Intercept 跟 CBS 做的聯合調查。他就揭露出來說，在今年的3月1號的那一次，也不過就是一架伊朗自殺式的無人機去攻擊了科威特美軍的工作站，400名官兵受傷。可是國防部卻刻意的去粉飾太平，說這400名90%全部都是輕傷。
最後是傷兵跳出來抗議，家屬跳出來抗議，所以光是這一場攻擊哦，大家看到400名官兵哦，所以美國不但保護不了他的这個中東的基地，連他的官兵恐怕都很難受到好的保護。沒錯，這個美國大兵的命啊，絕對就是川普現在民調這個最無法承重之痛。美國跟伊朗和平協議的這個諒解備忘錄才剛簽沒有多久，荷姆茲海峽又出事了，爆炸聲在響，而且這次被打的目標還是台灣觀眾都很熟悉哦，可能有些人的股票可能都有買，就是我们的航運龍頭長榮旗下呢一艘掛着新加坡國旗的船哦，它叫做這個長利輪，可能是被無人機攻擊的，而且根據這個船舶的追蹤資料平台顯示呢，長利輪它當時是跟另外3艘船呢，他們當時都想要這個一同通過荷姆茲海峽，而且很聽話哦，是有按照這個國際海事組織 IMO 他們指定的航線，是說呢，你就是貼着這個阿曼這個沿岸哦，來慢慢的走哦，不疾不徐這樣慢慢的走。結果呢，船員就說他們都按照做法，但是伊朗海軍沒有透過無線電警告，然後呢也沒有要求他們船舶去做返航，反而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直接放話說，只有依照伊朗指定的航行路線，你才可以安全通過荷姆茲海峽。沒過多久，就派東西來打他們了，就出事了，然後就變成大家知道的事情。這次打到台灣公司旗下的船，革命衛隊演這一出，在這個美伊剛談完的這個還在持續拉扯的過程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不是讓人有點聯想到他們是不是在唱雙簧呢？革命衛隊扮演黑臉，然後伊朗的這個求和派扮演白臉，反正就是持續讓你这件事情沒有辦法落幕就是了。然後還是說革命衛隊真的就是已經是瘋狗流這個失控了，沒有人管得住他了，海峽只要看到人見人就咬，管你是誰。這件事情將軍怎麼分析？這次當然很明顯是故意打的了，故意打的。為什麼故意打？我們知道這次美國跟以色列聯合去打伊朗哈，那現在川普哈這個他最糟糕一件事情，他沒有一個終戰指導，是這個你就說抽腿走人，你就抽腿走人了，留下這個荷姆茲海峽這個爛攤子在裡面，可以說是荷姆茲海峽現在可以說是一個戰爭的爛尾樓哈。雖然在 MOU 裡面，這個美國跟伊朗簽了所謂的荷姆茲海峽啊，60天哈，在這個後續的談判這60天之內哈，雙方來講的話都自由開放荷姆茲海峽。對。但是不要忘了，伊朗有講一句話哈，他說將來他荷姆茲海峽現在是可以讓你收費，現在可以不收費讓你通過，可是未來來講的話，荷姆茲海峽還是要歸他管理。我認為這是很明顯的，就是伊朗已經將荷姆茲海峽當做他一個戰利品，以後荷姆茲海峽所有進出都這個所有的管理權、所有的話語權都在伊朗的手上。所以這次來講，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哈，我們這條貨輪它沿着什麼？沿着阿曼是在南邊哈，這個伊朗是在北邊。對，他現在伊朗要求是說，你必須要按照我指定的這個航運路線來走，也就是走北邊。靠近格姆斯島那個位置，從那個方向來走，這樣我才看得到你，我才管得到你。就你走南邊是我所不允許的，那你這條走南邊，他二話不說，一個無人機就出來。當從這個過程之中哈，當然第一個很萬幸的，這條船啊並沒有船員受傷，這是很萬幸的，大概只有一些小損失。可是哈，這個我覺得伊朗革命衛隊很明顯的就是告訴全世界，雖然說我們現在這60天的停戰期間，可是你必須還是要聽我的話。那我們後續看美國在這方面會不會有所作為？如果美國也悶下頭不講話的話，任憑這種事情讓它發生，我覺得就是美國很明顯的在這個就是拱手將荷姆茲海峽的所有話語權拱手讓給伊朗。那之後60天之後，伊朗它是不是如他所要求的開始對荷姆茲海峽來收費？他可能用各種名義來收費啊，服務費、安全通過費啊，或者是說這個導引的費用、引航的費用等等，他可以借各種名義來實施收費。我覺得伊朗在做這件事情，從這次的攻擊事件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所有船只都要按照他所規定的路線來走，不然的話他就攻擊。是，好，美伊之間的矛盾呢，遠遠不止我們看到在荷姆茲上面發生的事情。之前聯合國還有各界都很關注，就是發生在伊朗境內一個女子學校被飛彈給擊中之後呢，釀成了175位無辜平民喪生的這個悲劇的調查結果。你知道美國總統川普他怎麼說的嗎？他說這個責任歸屬恐怕永遠沒有辦法查明了，還說目前沒有任何的證據指出這起攻擊是美軍造成的。
但其實之前就已經有多家的英國、美國這些西方的媒體都已經陸續披露說，美國軍方自己的內部調查初步結果就顯示，美軍可能要對這一起襲擊負責，連自家的媒體都已經抓出戰犯給你看，但是川普總統你還要裝聾作啞，然後想在這個女校的悲劇上面草草的了結案。那包括伊朗的國會議長，他就嘲笑說，那美國你就是都只會說一些垃圾話，然後真正要你扛責任的時候，你又这閃躲飄。那這是已經否定說，這個美伊雙方其實就算這個 MOU 簽了，但是還是雙方沒有任何的可信度這個基礎上面，就算備忘錄已經簽成，但是神權政府沒有垮台的一天，還有你這個以色列的生存危機沒有解決，納坦雅胡還是想要繼續拉着黎巴嫩或是伊朗這樣繼續把你幹死幹翻的情況下，一天沒有結束的話，你就算簽了備忘錄，不好意思，哪天風吹草動，就像剛剛我們在看到常立倫被打的時候，這只是小事，如果改天更大的事情發生了，還是可能說翻臉就翻臉。這個矛盾有沒有辦法化解？老師，不可能化解。我跟大家強調一下哈，我們是人呢，就要發扬人道主義啊。你做人的道理的話呢，就是要将心比心，沒有別的道理。啊，那麼這個伊朗這一場2月28號這場莫名其妙戰爭，從一開始的前2顆炸彈啊，第一個炸彈的話呢，炸死的是哈梅內伊啊。據說了，他是為了殉道，他不躲藏了。对。但是這個同一天的炸彈就炸了一個伊朗的一個小學啊。那麼伊朗對這件事情的話呢，極其憤怒啊。那麼首先的話呢，就是第一次去談判的時候，前面座位全部空下來，都是在小學裡面死的7到10歲的小女孩。有人說是168了，有人說是175，反正不管怎麼講，死的人數非常多。我最近剛當爺爺，我有一個孫女，我講這個消息的時候，我自己心裡感覺到就非常難過。為什麼呢？因為請大家了解一下，你這件事情的話呢，這個小女孩何辜啊？小女孩為什麼要因為這個偷襲而死掉呢？對不對？那麼美國當時就承認講說這是7年前的地圖，這個讓大家想起來1999年的時候啊，美國的話呢轟炸中國駐這個南斯拉夫的這個大使館貝爾格萊德的時候，也是講說拿着舊的地圖，其實主要的目的的話呢就是攻擊嘛。你是炸死人家的話呢，那你起碼要做調查吧，你不能夠事先就是先未審先判，你說調查的結果永遠得不出來，你自己不敢面對這個事情，你是不是人呢？啊，川普是不是人呢？你人家的死的小孩，要是你自己的孫女被炸死，他不是有個孫女会講中文嗎？要是突然被炸死，你是什麼態度啊？對不對？你從這個情況來講，你這次這個世界杯踢球的時候，那個伊朗人每個人都把死了多少小女孩寫在衣服上啊？為什麼？這是個仇恨啊！這個仇恨怎麼可以忘得了？你要了解啊，為什麼中日之間的問題這麼複雜？就是因為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太狠了。對不對？那你這次基本上有點莫名其妙，你講不出任何理由。你現在的話，人家還被調查，你居然說永遠不會得到真相，你這個意思就是想要規避責任。但是人命關天，你怎麼規避了責任？所以說你現在講，所以說那個哈里卡夫也好，就是說他們的議長也好，或他們的外交部長阿拉格齊，他們也講明了，你美國的話只會注重自己的利益，你有沒有想過這是人命啊？我跟你講，阿拉格齊講這句話目的，他不是講給美國聽的，他講給伊朗人聽的，就是一定要激起眾怒，要拼到底，就這種情況。是。好，剛才岳老師也是講的這個心有戚戚焉啊，因為畢竟自己也是當這個祖父爺爺了，對這種感覺特別敏感。那我們都知道戰爭嘛，一定是會有不長眼的飛彈。那雖然打到伊朗這個小學175人身亡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啊，真的是很難過。但是這場戰爭也充分證明了，就是飛彈有時候真的是。不是說你指哪打哪，它真的會偏差的。當然有些是故意的。我們就看到美國對中東盟友的保護傘呢，就也同樣是不是密不透風的。這一次多少的波灣國家成為了伊朗發洩的怒火，管你多奢華的杜拜、阿布達比，我要打你，我還是打得到你啊！就讓阿拉伯世界看清了一件事實啊，就是說哦，美國的這個保護傘好像也不是那麼管用嘛，而且重點是。美伊圍繞這個諒解備忘錄進行的協商是沒有涉及到彈道飛彈的議題的，而且包括伊朗的總統裴澤斯基他也證實哦，諒解備忘錄沒有關於伊朗飛彈的討論，而且也永遠不會有。等於是你這個進攻武器沒有一個討論的框架，那你這不是談心酸的嘛？那未來是不是這樣的事情還是有可能繼續發生？而且對中東盟友的保護承諾，你不就成了美國的一個渣男的言論嗎？我說要保護你，但你挨打的還是你啊，你自己去想辦法。所以我想問一下張教授。現在未來這些中東海富裕的石油國，他們是不是已經認清了雞蛋不能放在美國你一個籃子裡，找中國也好，找更多的勢力也好，建立一個多邊的安全架構，是不是才是一個好的替代選項？我認為這一次美伊戰爭對這些美軍駐在的中東的這些國家來看的話，他們可能會做一些戰略調整。
因為這一次伊朗的這個不對稱作戰、不对稱的報復，讓這些中東的這些国家也受了多少多寡不一的损失。你看啊，你包括科威特、卡達、阿联酋，也包括阿曼，也包括我們所提到的沙烏地阿拉伯，都受到攻擊。对，那受到攻擊，那結果他們是打的是美軍，結果我也受到傷害啊。因為伊朗會說，他從你的這個國家起飛的這個飛機啊，還有所發射的這些飛彈啊，對伊朗實施攻擊，我當然要報復啊。那這樣講，它也合理啊。你來攻擊我，那我當然要回敬啊，是這樣子啊。那他們會認為，我認為或做3個戰略調整。第一個，他們這些國家經過這次伊朗戰爭，會向伊朗妥協。對，因為我們不要再得罪伊朗，給錢。對，我們不要得罪，我們該給的給，要這樣子，就跟伊朗的這種氣氛要反合。第二個，美國的軍售太貴了，又慢，可能這些中東國家可能會向中國大陸找第三方，你又貴又慢，那我不如向中國大陸買又便宜又快的。第3個，我認為他們本來是歡迎美軍駐軍，那現在可能調整了被動跟觀望。